不知道在看视频的各位会不会时常抱怨命运的不公，抱怨自己没有出生在一个富裕人家，抱怨自己的付出和回报不成正比。但这些不公跟我们今天要说的这起案件都不叫事，因为今天的案件女主人公因自己的善良而丢了性命，她身上体现出来的才是真正的命运的不公。阿什利，杨于1987年出生在美国密歇根州的卡拉马祖。阿什利算不上漂亮，但比起她的性格来说，漂亮的颜值根本就不算什么。她是一个非常阳光善良的人，脸上总是挂着和善的微笑，待人非常真诚。熟知阿什利的人都知道她是一个可以交心的人，因为她从来不会对人冷嘲热讽，总是抱以真诚的心对待身边的每一个人。虽然她的父母在阿什利很小的时候就离异了，但是阿什利的母亲克里斯汀给了她非常多的正面引导，让阿什利成长为一个开朗正常的人。所以你看，很多人会在不幸中沉沦自我，也有人在不幸中逆天改命。阿什利没有上过大学，但这并没有影响她找到工作。她做过家庭护理员，后来又在银行找到了一份薪水不错的接线员工作。阿什利的这种乐于助人的性格让她收获到了很多朋友，但也给她的遇害埋下了伏笔，因为这些朋友中并不总是所有人都是好人。杰拉德·钱斯就是阿什利结交的朋友中最居心叵测的那个，他们两个的相识过程很有戏剧性。2011年的一天，阿什利下班回家之后，发现自己家遭人盗窃，家里被窃贼翻了个底朝天，不少东西都被一扫而光。阿什利报警之后，警方很快就将盗贼抓捕归案。这个盗贼就是杰拉德，身为一个惯犯，杰拉德对自己的被捕好像毫不在意。别看他年纪轻轻，他可算是一个老江湖了，在少管所加起来的日子比在外头的日子还要多。这种小偷小摸被抓的情况，他不知道已经经历了多少次了。所以杰拉德知道自己情节不严重，不会被判太长时间。两人因为这次盗窃而相识，不过这期间的联系并不频繁。杰拉德在2006到2016这10年间，来来回回进出监狱的次数就多达38次。他的父亲虽然是个退休的警员，但在教育上面似乎是非常失败的。时间来到2017年，不知因为什么事，刚被释放出来的杰拉德搬家到了阿什利附近的城市。人生地不熟的他联系上了阿什利，接到杰拉德电话的阿什利也很惊讶，因为之前虽然认识，但并没有过多的接触，毕竟那次的相遇也不是特别正常的场合。阿什利答应了杰拉德的见面请求。好吧，我也不知道阿什利为啥会见杰拉德，可能阿什利的性格只是他不愿意拒绝别人吧。跟杰拉德交谈之后，阿什利觉得虽然杰拉德是个惯犯，但他心不坏，除了小偷小摸，也没做过其他伤天害理的事情来。于是他选择原谅了杰拉德之前的偷盗行为，并跟他成为了朋友关系，仅仅是朋友关系，并不是男女朋友关系。之前我们也说过，阿什利是个乐于助人的人，他会经常帮助杰拉德处理一些琐事。2018年，杰拉德撞车之后，在没有报警和联系保险公司的情况下，他第一个打给了阿什利。接到电话的阿什利虽然距离他撞车的地方很远，但还是火速的开车1个多小时来到现场，帮助杰拉德处理车祸事宜。可能看到这，很多人会觉得阿什利对杰拉德是不是有一些暧昧的情愫在里面？这个不存在，因为杰拉德在案发后明确的确定了两人只是非常要好的朋友而已。阿什利这种看谁都是好人的性格，最终给自己带来了杀身之祸。单纯的他以为在杰拉德这种人身上可以得到朋友般的对待，但事实远不是这样的。2018年11月28号下午，杰拉德给阿什利打电话说要一起聚聚吃顿饭，阿什利没有拒绝，他把这件事告诉了母亲克里斯汀。克里斯汀对杰拉德没有什么好印象，他觉得杰拉德这种人怎么可能转换性格变成一个正常人呢？虽然克里斯汀劝过阿什利要少跟杰拉德这种人来往，但阿什利好像对拒绝人有种天生的不敏感。每次杰拉德约他或者求他办事时，阿什利也没有拒绝过。阿什利驱车1个小时来到了杰拉德租住的公寓，这是一所2层小屋，楼下住着一对夫妇，杰拉德住在2楼。两人来到附近的酒吧准备喝几杯，两人的聚会一直持续到第2天凌晨1点多。杰拉德家附近的一家杂货店的监控摄像头拍摄到了阿什利的身影，这是阿什利最后一次出现，从此之后阿什利再也没有出现。克里斯汀原本跟阿什利约好第2天去签租房合同的，但他怎么也联系不上阿什利，于是他便打给了杰拉德。杰拉德扯谎说阿什利的手机落在酒吧了，他正在去酒吧拿手机的路上，可能一会就联系你了。克里斯汀太了解杰拉德的为人了，他根本不信杰拉德的说辞。
于是他在电话中逼迫杰拉德说出阿什利的具体位置。杰拉德眼看瞒不住了，于是他又扯谎说阿什利可能是去了他们共同的朋友泰勒那里，并提供了泰勒的电话号。挂了电话的杰拉德马上跟泰勒发消息，让他帮自己圆谎，但是泰勒跟杰拉德并不熟。在接到杰拉德的电话之后，泰勒一脸问号，心说这都哪是哪呀？你杰拉德算哪般算啊？于是，在泰勒接到克里斯汀的电话之后，他就一股脑地说出了实情，说他并不认识阿什利。克里斯汀听完后知道了大事不妙，他赶紧拨打了报警电话，说明了情况，但警方说阿什利还没失踪超过24小时，所以不能立案。但克里斯汀并没有坐以待毙，他通过社交媒体发布了女儿失踪的消息，同时又赶到了昨天阿什利去过的酒吧，并且查看酒吧的监控。监控显示阿什利一直在跟杰拉德在一起，但并没有得到更进一步的线索。阿什利失踪3天之后，焦急的克里斯汀知道可能女儿已经凶多吉少了，但是他并没有放弃寻找女儿，他动员亲朋好友在街头散发阿什利失踪的传单，不过最终一无所获。警方开始着手调查阿什利的失踪案件，而杰拉德这边，在这一天，他被父母接回家吃饭，走的时候，他还将一个大的黑色垃圾袋丢到父母的车上。没错，那个黑色的塑料袋里就装着部分阿什利的残肢。显然，杰拉德的父母知道了儿子的所作所为，他们第2天带着杰拉德来到了警局，说是有关于阿什利的信息要跟警方说。当时办案警员都在忙，于是安排他们等了一会，等警局有人接待他们的时候，却发现2人已经不见了。当时他们留下了姓名和联系方式，这种异常的举动让警员怀疑起他们来。与此同时，警员还接到了一通报警电话，报案人声称自己的地下室传出来一阵一阵的恶臭。在检查地下室之后，他们发下来有黑色的塑料袋和一把手枪，手枪应该是楼上邻居的，而他楼上的邻居正是杰拉德。通过2条线索，警方基本上确定了阿什利被害，而凶手就是杰拉德。警方立即封锁了现场，并在杰拉德出租屋里搜到了部分阿什利的残肢，在杰拉德的房间里搜出了阿什利的衣服。之后，警方迅速赶到了杰拉德父母家，将杰拉德逮捕，并对杰拉德父母的房子进行了搜索。最终，警方在这里搜索到了一把作案用的电锯以及阿什利的手机。警方大致还原了案发的过程。杰拉德在11月29日凌晨杀害了阿什利，之后请求父母帮忙掩盖罪行。由于杰拉德对尸体进行了肢解，法医暂时无法确定阿什利的死因。至于为什么要杀害帮助过自己的阿什利，杰拉德始终闭口不谈。痛失爱女的克里斯汀打算跟杰拉德签订认罪协议，好让杰拉德说出阿什利的尸体都被丢在哪了，但是杰拉德却没有答应。最终法官给出了这样的判罚。Find upon our oaths that the defendant, James Chance, is, under count 1, guilty of second-degree murder. You are clearly a monster without any conscience whatsoever, and you are someone who is a danger to society and should never be allowed free. Accordingly, it is the sentence of this court with regards to the second-degree murder that you be committed to the Michigan Department of Corrections to serve a minimum of 100 years to a maximum of 200 years. I am purposely doing this so that you will not be eligible for parole until you are at least 130 years old. 杰拉德没有躲过法庭的制裁，他从被逮捕到之后也没有透露出自己到底为什么要杀害阿什利。这个是最令人气愤的地方，阿什利的好心换来的却是这样的结果，真的令人惋惜。生活中的很多人在朋友提出要求时，可能会碍于情面不会拒绝，因为怕伤害到了朋友间的关系，即使明知道可能会伤害自己，也会选择帮忙。拒绝是一个正常人时刻保护自己的行为，所以不要害怕拒绝别人。从另一个角度来论证这个问题，如果他真的是你的朋友，那么为什么会好意思让你犯错，甚至涉险给他提供帮助呢？明知违背道德或者违反法律还好意思开口，也就证明了你们并不是真正的朋友，所以你就更有理由拒绝他了。本期视频就到这，欢迎在留言区写下自己的看法。喜欢本视频的小伙伴请多多转发、点赞、关注、支持，下期见。